美国想不到又在缅甸败在中国手下。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想断了中国后路，答案是没门。我们先来分享一条消息。前几天缅甸军事法庭作出宣判，判处3月份曾在仰光的南达亚工业区参与打砸纵火的28名犯罪嫌疑人，判处他们20年监禁和劳役。这条消息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这可是非同一般的司法事件，其背后的政治意义非同小可。今天我就来说一说。凡是关心缅甸时局的网友都知道，几个月之前缅甸政局突变，军方拘押了缅甸事实上的总统、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被拘押的还有缅甸的名义上的总统温敏等一些国家政府的高官。随后在昂山素季领导下的缅甸最大党派民盟的明面上组织之下，缅甸国内的抗议示威此起彼伏，很快席卷全国。抗议示威活动逐渐演变为暴力活动，然后升级为武力行动，甚至开始向恐怖暴力方向发展。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数百起恐怖爆炸事件，而缅甸国内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民族地方武装也借机起事，比如克钦独立军、克耶邦武装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上百次的军事袭击。在缅甸国内的骚乱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情况就是暴乱分子们居然把在缅的中资企业和中缅合资企业当成重点袭击的目标，上百家此类企业到打砸抢烧，损失惨重。这就很奇怪了吧？缅甸的自身的内乱怎么把中国的企业和中缅合资企业当作重点目标了呢？实际上并不奇怪。结合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缅甸的这一波内乱完全就是美国一手策划、组织和支持起来的。有消息称，很多参与所谓抗议示威的民众一天可以领取到的报酬最低可以达到缅甸人均工资的一半，还会根据行动的烈度与效果多倍增加。我过去在中缅边境地区工作过多年，掌握的情况有这么几个。于是缅甸的克耶邦武装和克钦独立军一直都得到美国还有日本的经费与物质援助。二是美国与日本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缅甸民间非常活跃。三是美日两国通过以这些非政府组织作为平台，设法拉拢缅甸军政两界的一些高官，并收买了一些地位很高的人物。现在可以给大家一个判断结论，缅甸内乱绝非仅仅因为内部的矛盾而起，而是外部势力利用缅甸内部矛盾挑起来的。美国针对缅甸一切举动的根本目的绝非缅甸，而是剑指中国。一句话，就是要断了中国直达印度洋通往世界的后路。昂山素季过去一直被西方全力扶持，高调赞扬，授予了他很多的荣誉称号，试图通过这位丈夫是英国人的政治家来改变缅甸，使缅甸成为亲西方的国家，在中国的身边增加一个更能够直接制衡和围堵中国的盟友。他们没想到的是，昂山素季上位之后，完全没有按照西方的意图办事，反而大力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这令西方国家极为不满，取消了之前授予昂山素季的诸多荣誉称号。这下我想各位应该明白了，是谁在策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了吧？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挑拨缅甸的军方和中国的关系，其根本的目的是想通过缅甸的全面骚乱和长期的内战，然后再恶化中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废了中缅之间合作建设多年搞起来的中缅大通道项目。在美国以后需要的时候封锁了马六甲海峡或者南海之后，就能堵住中国的后路，断了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但是缅甸军方深知缅甸离不开中国，更不像乌克兰那样会听信西方的那一套忽悠大法。结果呢，美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出钱出力，试图挑起缅甸全面混乱与大规模内战的直接目的失败了。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开头说的那个消息，缅甸军事法庭重判打砸中企的暴徒，这就说明缅甸军方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站在中国一边，坚定维护中缅关系。这也同样说明美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伤筋费神的策划缅甸的动乱和内战，堵住中国后门，断了中国后路的图谋又一次失败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